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今天这期节目呢，钱道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RCEP， 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协定。应该在今年年底就会签订了。所谓 RCEP 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东盟十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印尼这10个国家，然后呢再加6个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的话呢，这个 RCEP 东盟10+6呢少了一个印度，那么 RCEP 呢会只有15个国家。2012年的时候，当时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5个国家谈判。这个谈判呢是2013年才正式开始。那么早先是决定呢在2015年 RCEP 谈判呢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成功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去年当时的这个东盟峰会的东道主泰国就接到了这个很艰巨的任务了。RCEP 的成员国完成了全部20章的文本谈判，就在去年2019年的时候。这个 RCEP 呢是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这个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织形式。他们通过这个削减关税以及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说以规模来讲，那肯定是全球最大的，不管是总人数还是总规模，那都是。我们统计一下大概目前的一个规模首先呢，预定是15个国家，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澳新，印度没有加入，因为印度呢在去年11月份谈判然后说因为这个成员国里面有中国，而印度呢跟中国没有签订自贸协定，所以如果他加入，那就等于签了另一个自贸协定。可这样一来呢，印度就会觉得它目前有很多正在成长的重要产业，那就跟咱们中国呢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它现在不想马上加入，这样就会避免它的那个产业受到冲击倒下来。其实印度它不光跟中国，跟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个人认为印度是可能会加入的，因为东盟十国也留下机会给他加入我们给时间给印度冷静冷静，考虑一下。目前的话呢，到年底至少15国先签约加入，印度以后可以慢慢来没关系，可以等他。那么在这15个国家里面呢，最大的3个，首先就是咱们中国，是吧？在这次这个主导这个贸易协定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员国，所以呢市场上才会常讲说由中国主导的东盟10+5。第二个呢肯定是东盟因为东盟十国虽然是小国，但是他们联合起来那威力就很强大了，尤其现在人口红利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第三个呢就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日本。目前呢日本的经济呢它处于这个增速放缓，同时呢又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消费下降，内需不足而且它这个外需增长疲软，有很多问题。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之下，日本它怎么才能够平衡太平洋这边的势力呢？如果你不参加，那整个碗肯定都给中国端走了，所以它必须加入。这3方都是主要的领导者，而我们中国呢主导力量是最强的。东盟市场呢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经济体，到底有多大我们让数字来说话。因为希望印度加入如果有印度加入的前提之下，那么 RCEP 的总人口将会接近全球的1半。因为这个中国就有14亿了，印度有13亿，那加起来就占全球人口的1/2。这个 GDP 总量跟贸易总量，那么是全球的大概是30%左右。这样相比较而言的话对于全世界另外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CPTPP， 就是那个 TPP 美国退群以后搞的一个组织，那就相对少很多了。CPTPP GDP 占全球的 13%， 总贸易额的话占 15%， 只有 RCEP 的一半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RCEP 那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协定，包括它这个贸易量更大。如果中国真的能够主导这个市场，未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那肯定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次就达成了整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议，那就不用跟各个国家一个一个的去签了，一次就把整个区域的自由贸易签订起来了，那对于中国肯定是极大的利好。因为中国呢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前置产能它足够多，第二个呢，我们想要发展成世界市场，我们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怎么去消化产能，那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跟整个东盟合作，那就可以把商品销过去，那我们的产能的话就可以通过需求的方式把它拉回来所以对于中国接下来经济成长那是相当的给力的。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RCEP 签订的一个意义在哪里。首先呢，这么多年以来美国产业空心化，它这个经济在衰退，美国从一个全球一体化的领导者推行者，现在变成什么？贸易保护主义者，到处都退群抛弃盟友，对世界上主要的工业生产国提高关税他希望制造业重回美国嘛。应该说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世界上最主要的制造业国家呢，那肯定都需要为自己谋利这就是 RCEP 能够形成的原因。第二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从全球化变成什么？美国、欧盟、中国三足鼎立。美国已经从当年的全球化领导者、推动者，它变成贸易保护主义者了。而我们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仍然是坚持多边贸易体制所以呢，我们会进一步扩大开放， RCEP 的签订就会进一步强化咱们国家在三足鼎立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新格局当中的市场地位，扩大市场的影响力。第三个，对于日本、韩国来讲的话，原来他们是跟着美国的小弟，但是现在美国衰落那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为了钱到处退群，关税大棒到处乱挥，甚至包括他的盟友小弟他都不放过的。美国现在呢对全球的控制能力已经是大大的倒退了。日本、韩国他不是傻子，表面上他当然会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么他通过加入 RCEP， 中国、日本、韩国实际上在暗中就实现了东北亚自贸区。我们再说说印度印度呢，他担心他加入以后的话，可能会对他们国家的这个会产生贸易利差，那么大量廉价的商品呢会冲击他本国的产业。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所以呢，东盟10国加5国先把这个 RCEP 定下来，印度给他时间慢慢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坐下来谈呢？所以只要是对彼此本国经济都有利的事情咱们通过谈判协商那都可以解决。RCEP 呢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自贸协定，主要体现的无论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规则领域方面都实现了一个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呢，这个协议里面还纳入了经济技术合作各个方面的一些规定给予了像老挝、缅甸、柬埔寨这样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一些过渡期的安排，包括呢为这些成员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里面我们换一句话说，如果真的今年年底能够顺利签订的话，那么15个国家彼此贸易的往来，无论对中国还是东盟，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所有国家的经济，那一定都是加分的，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预祝年底前RCEP能够顺利签订，为咱们东北亚
包括东盟区域的经济能够保驾护航。好的，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